秦始皇的皇后为何被史书删除？史书上为什么没有关于始皇后一个字的记载？秦始皇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史书上关于秦始皇的记载其实也算不上太多，有人以为这是在战国末期并没有形成史书记载的习惯。然而，历史学的教授李开元却认为事情并非如此，而是嬴政想要故意隐藏某些历史。这些隐藏的历史之中，就包括他清除异己的操作，甚至包括始皇后的存在等。那么，嬴政为什么要故意隐藏这些历史呢？这还得从他成为秦王开始说起。原来，在嬴政刚即位之时，秦国是完全的掌握在他的母亲，也就是赵姬的手中。试想一下，当一个人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又怎么可能轻易的放弃呢？然而，此时的吕不韦已经不怎么搭理赵姬了，嬴政又还年幼，没人帮助他稳固权力。更为重要的是，赵姬还面临着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嬴政的兄弟成交。成交这个人在史书上的记载也不多，据说在他15岁的时候，成为秦国的使者，出使了一遭韩国，就带回来了100里地。从这来看，成交还是颇有能干的。可没想到，另一则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就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据说这成交后来带兵攻打赵国，打着打着，他竟然就直接投降了。两则记载俨然营造了两种不同的人设，而与赵姬的心腹大患相关的，则是第一则记载。成交为什么能够凭借一张嘴就拿下韩国100里地呢？原因很简单，他的母亲韩夫人是韩国的公主。这也是说，在嬴政即位之前，成交其实也是有着争当皇帝的念头的，而且他的母亲韩夫人甚至还以此为说法，劝服了韩国的国君，给了成交100里地，为的就是让秦国国君觉得成交有能力做大事。结果呢，地是给了，但成交却没赢过嬴政，无奈成交就只能作为秦国的公子了。可虽然是公子，却总是有争夺王位的机会的。为了遏制这种可能的发生，赵姬决定做出一定的手段，那就是让成交派兵攻打赵国，为的就是借刀杀人。成交也不是傻子，因而在一出秦国的地界之时，也无心攻打赵国，直接就自己叛逃了。这时候不逃，还等到什么时候呢？于是历史对成交的记载就多了一条叛国罪。可问题在于，赵姬虽然贵为太后，但总归是后宫中人，又是谁在朝堂上帮助她做成这些事的呢？没错，那就是赵姬的情人嫪毐。秦始皇掌权后，第一个做局干掉的人是谁？被史书删掉的历史真相到底有多可怕？嬴政借母亲情人嫪毐之手干掉了生母赵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影视剧当中，嫪毐往往都是作为赵姬的情人出现。当然，在历史上，嫪毐的确是赵姬的情人，但并不仅限于这一个身份。据历史记载，嫪毐这人不仅有自己专门的府邸，还在被杀之时连带了4000名门客。与此同时，嫪毐还有自己的封号长信侯。秦国自打商鞅变法之后，普通人想要封侯还是非常困难的，基本上都要靠军功加持。可在历史上似乎找不到嫪毐立下军功的记录，那他又是因为什么封的侯呢？没错，就是替赵姬诛杀嬴政的兄弟成交。嬴政继位之后，赵姬生怕别人欺负自己母子2人，又不想借助吕不韦的手来帮助自己，于是便想到斩草除根这么个法子。因此，公元前239年，赵姬让自己的情人嫪毐建议皇上派成交带兵出征赵国，完了又等成交刚出秦国地界之时，让嫪毐带上门客去杀了成交。如此一来，能与嬴政争王位的人就不存在了。嫪毐也因此立下军功，获得了封侯的机会。但这番操作属实不光彩，在很多史书中关于这一段历史的记载也是非常模糊的。所以史学家们推断，是因为有人想方设法地抹去了这段故事，这个人就是掌权后的嬴政。众所周知，历史都是胜利者的书写产物。嬴政执政之后，根本就不能接受外界对自己身世、对自己母亲的任何议论，更不可能接受自己母亲喊情人去帮忙杀害自己兄弟的这番神操作，因而嬴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就将此段历史给抹去了。由此，嬴政就开始了隐藏秘密的先例。然而这一隐藏就变得没有终点，自己的母亲帮自己干掉了有可能威胁到王位的兄弟这件事儿，按道理来说是一件值得感激的事情。然而权谋本领一流的嬴政却意识到了另一个危机，那就是在秦国境内很有势力的赵国外戚干掉了同样很有实力的韩国外戚。这也是说，如今的秦国是赵国外戚一家独大，这对王权本身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原因很简单，任何外戚在牵扯到灭国战争之时，都会下意识地维护自己的母国，而他们的母国永远都不可能是秦国。因此，当嬴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地培养瓦解赵国
外戚的实力了。在公元前237年，也就是嬴政22岁的时候，前往雍城举办了自己的成人大典，嫪毐却在咸阳发动了兵变。当时整个国家的重心都在雍城，怎么嫪毐要在咸阳发动兵变呢？原因很简单，这场兵变针对的人不是嬴政，而是赵姬。可明明嫪毐不是赵姬的情人吗？怎么要推翻赵姬呢？那是因为在嫪毐看来，嬴政的威慑力远远大于赵姬，因此嫪毐极有可能是被嬴政诱骗去杀了赵姬。当赵姬被杀之后，嬴政也就能顺理成章的以为母亲报仇这一罪名除掉嫪毐。这一番操作是非常惊险，又是极为凸显嬴政的能力的。但谁又愿意被人议论自己竟然是杀母的君王呢？于是嬴政又将这一段历史给隐藏了，嫪毐成功的替他顶了罪名。你有没有想过，秦始皇的皇后为什么在史书中连只言片语都没有？消失的始皇后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在宋代之前，历史学家都没能找到关于秦国与楚国关系的只言片语。宋代之时出土了大量关于秦楚关系的碑文，人们这才知道，原来秦国和楚国竟然有着长达300多年的联姻关系。然而，如此漫长的联姻关系，最终却在华阳夫人这儿戛然而止了。华阳夫人出身高贵，是楚国的公主，后来成为异人的母亲，因而从辈分上来说算是嬴政的奶奶。问题自然不是出在华阳夫人，而是秦始皇。换言之，是秦始皇故意删去了华阳夫人之后的秦国与楚国的往来记录。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这里就不得不提昌平君了。昌平君在历史上的记载并不多，人们只知道他是华阳夫人的侄子，嬴政的表叔。吕布为走后，昌平君更是成了秦国的丞相。那么如此重要的一个人，怎么也消失在了史书之中呢？显然原因还在于嬴政。李开元教授认为，嬴政之所以如此，在于这昌平君和他的后宫关系过于密切了，尤其是跟始皇后的关系。按照秦国的体制，嬴政有20多个子女，应该是设置了皇后的，但史书中却找不到她的存在，就说明这是嬴政极为想要隐藏的。既然是皇后，那么身份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怎么着也是6国之中的公主。嬴政继位之后，先是干掉了韩国外戚、赵国外戚，这时昌平君还在平步青云，再加上秦楚之间有着上百年的联姻历史，因此伴随着昌平君一道消失的始皇后，极有可能就是楚国公主，甚至就是昌平君的姐姐或妹妹。如此一来，当嬴政需要开始清理国内的楚国外戚之时，昌平君和始皇后才会突然的消失，以至于都无法在历史上留下一丝痕迹。看到这儿，你可能以为李开元教授的脑洞实在是太大，其实还有另一条佐证，那就是扶苏的存在。说起扶苏，大家可能都会想不明白，怎么一道假圣旨就能让扶苏自尽呢？这完全不符合宫斗剧的常识啊！更何况当时秦国的大将蒙恬就在旁边劝说扶苏，让他问清楚真相。可扶苏是一声不吭的就接下了这道圣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个可能性很大的原因就是，作为始皇后的儿子扶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此时的扶苏已经意识到嬴政清除外戚的原因何在，也明白没有任何人、任何原因可以动摇嬴政稳固江山的念头。在外人眼里，扶苏是高贵的大公子，可在嬴政自己眼里，他不过是楚国外戚的余孽。因此，在嬴政杀掉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舅舅之后，扶苏就明白这一天会到来的。当赵高拿来圣旨之后，扶苏也不想去理会圣旨的真假，就算是假的，也不会改变最终的结局。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陈胜起义的时候，明明打的口号是反秦复楚，却举起了扶苏的旗子。原因并不在于扶苏多么可怜，而在于扶苏本身就可能流淌着楚国的血脉。当然，这一推测虽然合理，但要确定还是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佐证。看到这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